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妈献出1亿豪宅，恳求赵丽颖复婚，赵丽颖回应太真实。冯绍峰妈妈竟然献出价值1亿的豪宅，只为恳求赵丽颖复婚，这操作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赵丽颖又会如何回应呢？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妥协，还是果断拒绝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段让人抓马的娱乐圈情感大戏。说起冯绍峰和赵丽颖，那相识过程还挺浪漫，俩人在拍摄《女儿国》时结识，成了朋友。没想到不到1年，又合作了《知否》。这次在剧中，他们饰演的情侣有个幸福美满的结局，戏外的感情也悄然升温。被拍到牵手出行时，外界疯狂猜测他们恋爱了，可两人却矢口否认。谁能想到，没过多久，人家直接在社交平台晒出结婚照，这波操作打得吃瓜群众措手不及，网友们都惊掉了下巴。当时好多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，觉得冯绍峰是个花花公子，是爱杨幂，和倪妮谈恋爱，还跟林允牵手同游迪士尼，带郭碧婷见父母，绯闻女友一箩筐。还有人说他们是奉子成婚，赵丽颖晒出 P 叉照片力证没怀孕。结果呢，没过多久她就挺大肚子逛街被偶遇，不到2个月官宣产子，结婚才5个月孩子就出生了，这可真是大型打脸现场。而且他俩只领了证，婚礼都没办，网友们又开始猜测是不是冯绍峰家人不同意赵丽颖进门。不过婚后他们也有过甜蜜时光，在社交平台甜蜜互动，出行手牵手，一起上节目也是恩爱满满，让不少曾经不看好的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可谁能想到，婚后不到3年，儿子才2岁，两人就官宣离婚了。对外宣称是聚少离多，但这在娱乐圈就是个常用借口，大家都不太信。关于离婚原因，那真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说赵丽颖一直没得到婆婆认可，冯绍峰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，身家几十亿，冯绍峰是独生子，多才多艺，还是上戏学霸。赵丽颖草根出身，学历低，又是农村的，婆婆希望她退出荧幕相夫教子，可赵丽颖是个事业型女人，根本不愿意，婆媳关系紧张，冯绍峰又是个妈宝，赵丽颖受不了就提出离婚。还有人说赵丽颖根本不爱冯绍峰，只是到了结婚年纪，看冯绍峰条件不错才结婚。甚至还有个大瓜，赵丽颖生下孩子不到半年，一位成都女性爆料和1线已婚男性的聊天记录，还分享酒店约会趣事。FSF 这个缩写很快就被网友们怀疑是冯绍峰，虽然工作室赶紧澄清是 P 图造谣，但这个瓜还是闹得沸沸扬扬，冯绍峰还因此得了个发顺风的外号。离婚后，两人的发展截然不同。赵丽颖只消沉了一小段时间，就迅速投入演艺事业，那事业简直像开了挂，她一步火一步，从偶像剧成功转型正剧，还多次被国家表彰，妥妥的超1线实力派女星。反观冯绍峰，作品寥寥无几，离婚后更加沉寂，还有网友爆料他得了抑郁症，状态很差。冯绍峰妈妈看着儿子日渐消沉，心疼不已，决定放下身段，低声下气地恳求赵丽颖复婚。不仅承诺送1套上海价值1亿的豪宅，还说要给赵丽颖补办盛大婚礼，甚至打感情牌，让赵丽颖为孩子考虑。这消息一传出，网友们立马分成2派，一派在赵丽颖评论区劝她复婚，冯绍峰都抑郁了，显然是对女孩有感情，孩子那么小，离婚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。另一派则劝她别犯傻，千万别复婚，谁知道冯绍峰会不会又出轨送豪宅？咱颖宝又不是买不起。而赵丽颖呢，面对冯妈的恳求，无动于衷，
果断拒绝。这回应真的太酷了！赵丽颖一路走来，从跑龙套到现在的一线女星，靠的全是自己的努力。她根本不缺这一套豪宅，她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会为了外界因素委屈自己。这就是现代独立女性的底气。每一段感情都有它的复杂与美好，在这波折中，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一些关于爱情、婚姻和自我价值的影子。至于冯绍峰和赵丽颖最后到底会不会复婚，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，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2. 冯绍峰自豪极了，我那大杀四方的前妻赵丽颖，如今能有多争气？不得不承认，在曾经的85花群体当中，若论如今谁最为争气，那无疑当属赵丽颖了。当其余的85花依旧沉溺于饰演偶像剧女主、言情剧女主之际，赵丽颖却早已从中超脱，开始尝试演绎形形色色的各类角色，并且接连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之作。在戏中，她堪称大女主，而在戏外，其同样有着大女主的风范。6年前，毫无预兆的，她就官宣了和冯绍峰结婚的消息。彼时，网络之上尽是对他们2人不看好的种种言论。历经一番周折，网友们才总算对赵丽颖和冯绍峰这对夫妻逐渐接受，看着顺眼了。可没成想，赵丽颖却一声不吭的就选择了离婚。如今，距离他们离婚已然过去了3年，而当初2人究竟为何会走到离婚这一步的缘由，方才一点点的呈现出来。不得不说，像赵丽颖这般个性的女子，冯绍峰恐怕还真的是难以掌控得住。在所谓的4个85花当中，赵丽颖相较而言更具小女孩的特质，她的容貌呈现出较为幼态的感觉，而且身形相对更为娇小。在其演艺生涯的早期阶段，所饰演的诸多角色往往走的都是可爱风路线。然而，与所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的是，赵丽颖实则是个极有主见之人。就拿她与张翰一同主演的《杉杉来了》来说，她在剧中的表演简直能把网友们给萌翻，那随时随地仿佛都在撒娇卖萌的样子，呈现出的单纯形象，一度成为众多男士心目中梦寐以求的最佳女友模样。就连一同参演的张翰都不禁讲道：“我能和珊珊谈情说爱，可要是换成赵丽颖的话就不行。”很明显，这话的意思就是赵丽颖和剧中性格软糯的珊珊截然不同。赵丽颖虽然模样娇俏可爱，身形也较为娇小，可其精神内核着实强大无比。她出身农村，在刚踏入演艺圈之际，常常遭人轻视。由于身形瘦小，她的脚也相对偏小，又因毫无背景可言，愣是穿了好几年不合脚的大鞋。无论身处何种场合，都未曾特意为赵丽颖备下一双尺码合适的鞋子，只是随意拿来大了好几号的鞋便让她穿上，全然不顾这样的鞋子会给赵丽颖造成怎样的诸多不便。赵丽颖曾经遭遇过极为严苛的审视，就连英语发音稍显规整正经，都能沦为他人嘲讽她的由头。就因为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缘由，她甚至直接与大牌代言失之交臂。在那段时期，土气仿佛已然成了专门用来形容她的特定词汇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浪琴品牌颇具慧眼，一下子就洞察到了赵丽颖的过人之处。彼时，赵丽颖身上存在着一些负面评价，然而浪琴全然不顾这些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与赵丽颖展开合作，还邀请她出任浪琴的品牌形象大使。即便如此，赵丽颖依旧饱受诸多负面评价的困扰。就拿她出席浪琴活动仪式来说，有部分网友公然发声道：“浪琴选的这位代言人实在欠佳，怎么瞧都缺乏优雅之感。”这般言论，实则是在隐晦地指责赵丽颖透着一股土气。然而，浪琴对那些负面评价全然不顾，反倒特意发布了一条微博对赵丽颖予以夸赞，
称其优雅并非与生俱来，时间自会给出证明。历经多年岁月流转，浪琴当初的那份抉择，其蕴含的价值愈发凸显。赵丽颖已然凭借自身实力，逐一甩掉了曾经附着于身的那些不佳标签，有力地证实了当年浪琴坚持己见的选择毫无差错。赵丽颖之所以能实现风评的逆转，关键在于她志不在当明星，而是一心想成为出色的演员。她全然不在意自身所拥有的流量，更不会去刻意追寻那人人趋之若鹜的流量密码。当她还在饰演那种小白花类型角色的时候，就已然满心期待着能够去演绎一个令人心生厌恶的反派角色了。毕竟她向来就只愿意沉浸于一个又一个的优质剧本当中。彼时，她的这一想法亦是遭到了诸多网友的否定。网友们觉得赵丽颖长着一张宛如清纯小白花般的面容，让她去演绎反派角色的话，必定会显得极为违和，呈现出来的观看感受恐怕也不会太理想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赵丽颖接下来出演的一部戏里，居然饰演了反派角色。在这部剧中，她的表现极为出彩，甚至将饰演女主的影后周冬雨的风头都给压了下去。也正是从那部戏之后，赵丽颖开启了一场干脆利落的转型之路。赵丽颖已然成为众多年轻人值得效仿的榜样，也赢得了网友们的认可。自那之后，诸如土气花瓶之类的标签便从她身上彻底消失不见，她的名字更是成了一部剧品质的有力保障。今年的第20条对于赵丽颖而言堪称意义非凡，此片堪称其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凭借这部电影，她成功踏上了大荧幕的广阔舞台，实现了演艺领域的又一次突破。经此一役，众人皆意识到，如今的她已绝非往昔可比。就连飞升国际的大导演张艺谋都不禁为赵丽颖身上那股全力以赴、奋力拼搏的劲头所震撼。当下有不少年轻演员难以做到的一点，在赵丽颖身上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就拿她在第20条里饰演哑巴母亲这个角色来说，一进组，赵丽颖便开始保持沉默，只未能全身心沉浸到角色当中去。张艺谋在与赵丽颖合作过后，便不停地对其夸赞有加。他指出，赵丽颖着实认真无比，身上还拥有诸多当下不少演员所欠缺的专业素养。如此一位拼尽全力，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且极为认真的演员，又怎会不取得成功？赵丽颖与冯绍峰那3年的婚姻着实令人心生意难平之感，总觉得他俩其实是彼此相爱的，特别是冯绍峰，怎么最后就迈向了离婚的结局？一部分网友觉得是他俩门楣不相当的缘故，可事实上，单从他俩平日里的相处情形，便能瞧出些端倪来。在影视界，有这么一段广为人知的缘分，那便是源于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这部剧所开启的2人的爱情故事。剧中，赵丽颖所诠释的明兰一角，契合度极高，仿佛就是依据赵丽颖自身特质精心打造而成，说其是本色出演也毫不为过。就如同剧中情节一般，他对冯绍峰所饰演的顾廷烨这个角色心生喜爱之情。在剧中，顾廷烨展现出的是成熟且稳重的形象，就连内心时刻充满防备的明兰，都能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放下心中的种种芥蒂，心甘情愿地和他携手相伴。赵丽颖颇具主见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，内心还怀揣着一个英雄梦想。而冯绍峰是个心思颇为敏感的男子，一旦察觉到情绪稍有不对劲儿，便会回到家中抱着脑袋暗自哭泣。在感情世界里，赵丽颖和冯绍峰最终选择了分开，其实他俩也谈不上谁对谁错，主要就是在思想层面不太契合罢了。而在他们离婚之后，不少人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，觉得赵丽颖的事业恐怕会就此一蹶不振，呈现出一落千丈的态势。
然而，赵丽颖却用她实实在在的行动，有力地证明了一点，那就是她完全无需依靠任何人来支撑自己的事业，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努力，她便能在演艺之路上稳步前行。赵丽颖现如今的生活状态越发洒脱自在，已然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模样。想必冯绍峰知晓后，也会不由自主地心生自豪之感吧。毕竟曾经有这样出色的女子做过他的前妻。